In Chinese history, there was a dynasty established by the Khitan people, the Liao. The Liao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916 and fell in 1125, lasting a total of 209 years. Together with the Northern Song and Western Xia, it formed a tripartite balance of power. It was a time of constant warfare. Jin Yong's novel Demigods and Semi-Devils is set in that very era. The protagonist, Chao Feng, was born in the Song territory and raised at Shaolin, but ultimately belonged to the Khitan people. The Khitan were originally a nomadic people. At the height of their empire, they built countless magnificent Buddhist temples. Today, only 3 temples from the Liao dynasty remain: Huayan Temple in Datong, Shanxi, Dulei Temple in Jizhou, Tianjin, and Fengwo Temple in Yixian, Liaoning. Today, among China's 56 official ethnic groups, the name Khitan no longer exists. After the fall of the Liao dynasty, the Khitan people split into 2 groups. One merged with other peoples. The other evolved into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Dor ethnic group. Their writing system gradually vanished, and their language faded into obscurity. But the temples still stand. The wooden pillars still bear the marks of Khitan craftsmanship. The eyes of the Buddha statue still reflect the faith of a grassland empire. Today, let us travel back 1,000 years and explore the 3 Buddhist temples left behind by the Khitan.耳朵太大了。不许踩着进，你哪这迈过去知道吗？我念不收紧。过了这儿来，这儿来看哪这儿。But the little Bodhisattva they can only teach one thing very simple.你就先这样靠着这边看啊，你就靠好，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咱们就是松弛点啊。太危险了，放松啊，脸往这边再转一点啊。等等啊，你就笑起来挺好看的。哦，
走，很好看。前方这个建筑呢，是叫念佛堂，是之前僧人们在这里诵经的。后期呢，因为僧人们也在形式上佛殿当中这尊塑像，它是2012年建起来的，我们西方的拼接雕刻制成的。在刚刚是20年左右的时间，才为它进行上色贴金的工艺。张玉峰上机长，简单说，就是这个900多年，这很不容易。那些木材都已经倾斜了，不知道别人那个佛。对，现在是肯定是的，但是人家如果是造成习俗，肯定是有机会的，对吧？They are not once we go in, you see, it looks like they are about the same level. Actually, it's different. You see that
哦，筷子艺术主要是一个炸，一块铁下来是少的，那6、7、5个我说不出吧。不是孝子菜，他就给你看，一个是他们鬼老爷。我是这还没回去这儿换衣服。他肯定在这儿，在这儿。应该是在这儿，但是有点。
对，你看里面金色的顶端，米粒大小的是我们的舍利。灰尘，这地方风大。放在最重要的弥勒佛前，听佛陀讲经说，赶紧把自己送走，往生极乐。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能看到唐辽时期的那些，就是辽宋金时期这个塑像，区别于唐它有一个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神话和神的人化，就是人的神位、人的状态、人的形象站到了神界里，站到了曼陀罗组合当中去。这是大家在敦煌看这些经变化也好，看那些敦煌唐代民俗所看不到的。对。哎，行。刚刚我听你讲的，讲很多。对，
地上有石榴。
6. 尊重他人，自由行之后，请不要大声喧哗，不许打闹。7. 为了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请不要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8. 如果您购买的是机票，请按照靠后面的缓步行走，在路上注意人身。目前来说，八大辽购里面只有河北来源国院寺明书店是公元966年的，弥勒寺是984年的，辽宁密县的奉国寺是1020年的。这3座，就是说这4座，它是够1000年的，其他的都不够。最快的话应该是什么圣化寺、开山寺、华严寺这一块儿，他们基本上应该是到，他们是1037年的，最早是1033几年的，到203335这个的话是更有就是帝国主义时间上的早期。6. 相信他人，自己的意志，精华，为了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请不要乱扔垃圾，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8. 如果您购买的是机票，请您按照靠背面的版图行走，在路上注意人身和行车安全。尊敬的游客您好，欢迎来到旅游中心游览。3. 请不要在
它建在历史有一部分原因的。这个建这个复古寺是在什么时候呢？萧太后去世11年，在这11年过程当中，他的儿子耶律独立一提起他母亲，过了河上就使出那个气血和吐血。为什么这样？因为呢，咱们要熟悉中国历史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老皇帝病入了，小皇帝年幼，这个时候是大乱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耶律隆的父亲去世，耶律隆才12岁，在这个过程当中，北宋因为自己遗人那个皇帝死了，然后就是这个召集了大批的那个北宋军队去想把辽给灭了，但是没成功。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高梁桥，在那块打仗的时候，北宋把那个被辽人打败了，打得很惨。我回去之后就再也想在咱们说这个女性就是做皇帝这样的，就是咱们萧太后是非常厉害，在抗刘成立啊，她把那个当时她就是垂帘听政的时候，帮助是把江山稳住了，最后最可谓的是把那江山给拿住了。所以说呢，北京我们现在这样要说，我这个老师一定要学萧太后，来把这个中国的历史说给因此他写的都是我看慈氏山的论文，你看这个论子，王一看人家这个点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说有这个点呢？他要对百姓比普通人要多好，多看一点点，对。然后这个到这儿来看，这是主点是大雄殿，因为一般的寺庙啊都是大雄殿，说前有为什么要说这个那么我们家帝王啊，他这个然后在这儿给您讲一下，就是法轮天地。那么在一般的寺庙当中啊，咱们说很少有法轮天地这件事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轮是指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转法轮，但同时它代表着就是乾隆皇帝说，一个优秀的统治者，他要统治好，他必须有两手，一手硬，一手软。那硬指的按照法轮法律，如果让于是呢，咱们起了法轮天地。然后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匾写完之后啊，我们易县当时就陈述这个是2人共同他呢，他是12年前做了这个法轮天地的文官出行，做了慈氏山法那个匾，一文一武，各省良心。同时在这儿啊，给您介绍一下后边的壁画。可以说那时候他们都是用手绘图稿，林徽因的手绘图稿要比电脑打印的都要精准，非常非常精准。他是其实他在读书的时候女孩子不能读那个读建筑系，但是他读的是美术，但是他在给人生上大学联盟上参加的时候，他参与到这个领导学生之后，他的这种绘画功底起到了极致。这次要看一下这个墙壁上的，这叫无方国。无方国现在这展示的没有那么多，它是为什么要给这个画，就想让大家看一眼。它是画在大雄殿的2侧墙上的，但是那个屋因为黑暗，墙皮脱落，也看不太清了。它是利用树